虽说外界对贺远江的怀疑铺天盖地，但贺远江本人却从未被外界的言论所影响。发布会一结束，他便将所有的精力全部都聚焦到了长鹰汽车的发展上。他带着新婚妻子马不停蹄地前往高恒汽车的生产基地，对那里的团队、人员以及硬件进行整合，同时组建了一支人力资源团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汽车相关人才。按照他的计划，高恒汽车目前的团队将立刻放下所有高恒原本的工作，全力投入到新车研发的工作中。同时，新鲜吸纳的血液会源源不断加入这个团队，来对这个团队进行扩充和整体水平的提升。他要求团队在3个月之内就要拿出长鹰汽车第一款车型的 1.0 版本方案。由于金陵的超级工厂需要将近1年的时间来建设落地，所以贺远江决定，一旦首款车型的方案确定，就先利用高恒汽车的产线生产一批原型车进行测试。原型车在经过道路测试、进一步调优完善之后，就可以交由金陵的超级工厂进行小批量生产，再经过一轮优化完善，就可以全面量产上市。而贺远江预计，在原型车完成第一次调优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向外界公布消息，到时候会召开一场新车发布会，向全世界发布长鹰汽车的首款量产车型。雷米从启动汽车项目到首款车型问世用了差不多3年时间，但雷米是真正意义上从无到有，不像现阶段长鹰汽车已经有了高恒汽车的底子，省掉了前期筹备以及寻找合作代工厂的大把时间。当贺远江开始拼命忙碌的时候，之前关在洪武的养狗场，又在海上漂了半个来月的霍格维茨父子俩，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中东海域。趁着这天的阿拉伯海漫天大雾，海天一色，父子俩被人从船舱里拖出来，两人站在船舷边上，背靠着白茫茫一片的大海，面前则是万隆店士兵架好的3台摄影机位。这3台机位，一个近距离拍史蒂夫·霍格维茨的面部特写，一个拍他的儿子沃尔特·霍格维茨，还有一台机位拍2人的全身，以及他们身后白茫茫一片，完全分不出哪儿是哪儿的大海。父子俩顶着一头乱糟糟的长发，在镜头前吓得直哆嗦。其中一位万隆店士兵开口道：“来，2位，我们现在拍摄的视频，在经过剪辑之后，是会让你们的家人看到的，所以待会儿应该怎么说话，相信不用我再额外教你们了吧？”父子2人异口同声地摇头说道：“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他们早就知道叶晨这次的计划，把他们拉到这种完全看不出哪是哪的地方，让他们给家人录一段视频，一方面表示他们还活着，一方面也让家人拿钱来买他们2人的命。家人在收到视频之后，如果把钱付了，他们就能够回到洪武的养狗场，继续苟活。如果家人不付钱的话，那他们2个恐怕就只能是就此消失在这茫茫大海之中了。于是史蒂夫·霍格维茨率先开口，哭着说道：“老婆是我啊，我是史蒂夫，我还活着，沃尔特也还活着，但是我们现在被人绑架了。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过的日子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要多苦有多苦，要多惨有多惨。老婆，求求你，为了我们爷俩的生命安全，一定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被丢进身后的大海里了。”沃尔特·霍格维茨也哭喊着说道：“妈，你可一定要救我们啊！他们还是很讲信用的，只要你给了钱，我们就一定还能活下来。可你要是不给钱，我跟爸就死定了。”说完这些，沃尔特抱着父亲痛哭失声。这段时间以来，他的日子可谓是要多惨有多惨。前段时间是每天躺在养狗场的狗笼子里透析，现在到了船上，每天还是要透析。船上条件更差，而且遇到风浪颠簸严重，对他这个双肾衰竭的病号来说，不是一般的惨。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到洪武的养狗场，起码在那里，周围的一切是固定不会晃动的，比船上要舒服多了。想到自己现在竟然开始不由自主地怀念养狗场，沃尔特内心一片绝望，眼泪也就更加抑制不住。专门负责拍他面部特写的士兵特地凑近了一些，
对着脸将他痛哭的样子全都拍了下来。这种真情流露，绝对是绑架勒索最值钱的镜头。于是他便高声提醒道：小公子，哭得再用力一点，多流点眼泪，鼻涕最好也来一些，这样你妈看了才能更痛快打钱。沃尔特哭着说道：我已经哭得很伤心了。那士兵点点头，是很伤心了，但还不够狼狈。你就想想，你往后余生可能几十年都要躺在养狗场的病床上，浑身插着透析的管子，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单是想想就已经很绝望了，对不对？沃尔特一听这话，顿时哇哇大哭起来，眼泪横流不说，鼻涕也流到了父亲史蒂夫的身上。那士兵这才满意，开口道：行了，二位，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就剪辑视频给你们的家人发过去。至于你们的家人们会不会出钱来救你们，那就得看你们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跟钱比，到底哪个更重要了。说罢，他对其他几名士兵说道：把他们带下去吧。抱头痛哭的父子二人又被重新带进了船舱。士兵将现场拍摄的视频剪辑之后，直接发给了万破军，又由万破军发给了叶晨。叶晨收到视频之后，仔细地看了几遍，确定里面没有露出任何关键信息之后，便授意万破军将这条视频通过加密渠道发给了史蒂夫·霍格维茨的老婆珍妮·霍格维茨。这段时间，身在美国的珍妮·霍格维茨一直在等待着主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好消息。家主霍华德为了自己丈夫和儿子的事情，把他的长子也是他的继承人都派了出去。想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力，找到他们的下落应该不难。不过随着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前去华夏的时间越来越久，珍妮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和忐忑，总觉得如果连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找不到自己丈夫和儿子任何相关信息的话，那自己可能这辈子也找不到他们了。就在她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只想着老公与儿子的下落与安全时，一封邮件直接发到了她在霍格维茨家族内使用的电子邮箱里。当她点开视频，看到画面中自己那狼狈不堪的儿子和丈夫时，她的眼泪顿时决堤。在看到视频最后，蒙面人要求自己支付10亿美金加密货币的时候，她第一时间拿起电话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霍华德打了过去。原本以珍妮的身份和地位是根本不配直接与霍华德联系的。不过上次在开家族大会的时候，霍华德为了彰显自己对旁系家族的重视，特地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了珍妮，让她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打自己的电话。不过珍妮一直不敢直接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度，所以这还是第一次给霍华德打去电话。霍华德并没有记录着你的手机号，看到陌生号码打自己的私人手机，他语气冷酷地问道：是谁？珍妮哭着说道：族长阁下，是我，珍妮·霍格维茨。霍华德恍然大悟，淡淡道：是你啊，你老公和你儿子的事情，史蒂夫正在华夏跟进，你不用着急，有任何进度我会让他第一时间通知你的。珍妮连忙道：族长阁下，我刚刚收到了一条视频，是绑架我老公和儿子的劫匪发来的，他们2个没在华夏，而是在海上。